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4季前情提要：巴士12人仅仅是敌沃用来升级的经验卷轴。敌沃和闪电侠正式开战，一边是看似手无寸铁的瘸子敌沃，一边是没有任何证据只能暗中对抗的白瑞。而敌沃已经使用了多次苦肉计，目的让警局知道白瑞在针对自己这个老百姓。新婚加上新年，白瑞在家拆着朋友们送来的礼物，一把精致的餐刀让白瑞在手里摆弄了半天。另一边，敌沃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，坐轮椅能坚持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尽快执行自己的重生计划。夜晚，凯瑟琳一个人喝着咖啡，威尔斯特意过来陪她。有了之前地球 X 危机等等经历，凯瑟琳发现冰霜杀手比自己更受欢迎。威尔斯正在安慰她。艾米奈特硬闯咖啡店，冰霜杀手正要出现保护凯瑟琳。艾米奈特立刻铐上了意识手铐，绑架了凯瑟琳。街角另一侧，白瑞和艾瑞斯准备置办点新家具，敌沃赶了过来，袭击了白瑞。白瑞换上战衣，送走了艾瑞斯，自己独自冲过去对抗敌沃。招数就像被破解一样，敌沃也生擒了白瑞。短短几分钟，两个人同时被绑架。白瑞身处的地方根本侦摸不到，就连凯瑟琳身上的寒气都无法追踪，想要同时找到两个人根本不可能。白瑞醒来后就已经被关在了敌沃的密室，高强度的电网让白瑞无处可逃。看着不紧不慢赶来的敌沃，白瑞知道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干掉自己。老谋深算的敌沃又怎么会轻易被猜出计划呢？在他的眼里，白瑞的智商和婴儿一样。此时乔和威尔斯登门找人，白瑞担心乔会有威胁，开始无能狂吼。快速伪装的敌沃还在装着无辜，看着两个一脸杀气的朋友，敌沃让他们随便搜查，找到白瑞算他输。白瑞正打算穿墙出去，这道屏障比他想象中的要复杂。白瑞想要劝玛丽萨弃暗投明，还警告了他，如果继续跟敌沃一路走到黑，俩人的婚姻早晚会成为牺牲品。玛丽萨显然不服气，说自己的丈夫也是凡躯，但他的大脑超脱凡人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。凯瑟琳被绑架到了移动废弃医院，艾米奈特今天不需要冰刷杀手，需要的是凯瑟琳。他抓过来了一位拥有心灵感应的变种人，这个人自然也是巴士12人之一，可是在抓捕过程中不小心伤害了男人的大脑，有买家出高价要这个人。黑市巨头艾米奈特只能抓凯瑟琳过来进行手术。男人慢慢醒了过来，他叫多米尼克，恳求凯瑟琳救他出去。两个命苦的人坐在一起聊起了受害经历。多米尼克拥有心灵感应，很容易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。手术环境极度恶劣，连最起码的卫生都无法保证。两个人试图逃跑，没有冰霜杀手根本无法成功。艾米奈特还是抓住了他们，他非但没有惩罚凯瑟琳，还给他讲了个故事。粒子加速器爆炸之前，自己只是个空姐，爆炸后才一步一步掌控了自己的人生，成为了最大的黑市巨头。但凯瑟琳不一样，没有冰霜杀手之前，凯瑟琳就已经靠自己掌握了人生。当然，比比赖赖这么多就是为了手术。凯瑟琳东拼西凑找了一堆设备，给自己和多米尼克分别戴上了口罩，假装手术失败，病人当场死亡，实则是放出了整瓶麻醉药。凯瑟琳逃出去拆下了手铐，实验室的小伙伴也顺利得到定位。艾米奈特赶来下杀手，橡皮人拉尔夫及时赶来，和希斯科一同击退了艾米奈特。临走前，拉尔夫还不忘要了一波微信号。白瑞这边因为得知了敌沃只是凡躯，开始利用快速震动达到了人眼看不到的频率，巧妙地骗过了敌沃，逃出了屏障。正准备抓捕敌沃，立刻被轮椅传送到了城市上空。在空中，闪电侠的速度起不到任何效果。敌沃打算用电疗把白瑞重新抓回去，却被光速抽搐巧妙地躲了过去。轮椅失去动力，坠向了大海。紧急时刻，希斯科的充气娃娃模式启动，白瑞成功迫降，敌沃坠入海中失去了踪迹。白瑞和凯瑟琳同时回到了实验室，敌沃夫妇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，没有任何音讯。众人开始聚在一起过圣诞节。凯瑟琳邀请了难兄难弟多米尼克，希斯科还收到了吉普赛的分手立方体。威尔斯刚想解释这不是，希斯科手快地启动了机器，一段不堪入耳的窃窃私语给大伙儿听得一脸懵逼。白瑞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是家里有快递，赶回去后再次接到了电话，是混入人群的多米尼克打来的。反转正式开始。开头说过是有个很大的买家要从艾米奈特手中买走他，这个人正是敌沃。敌沃的重生计划包含了当晚白瑞和凯瑟琳经历的一切。多米尼克赶去聚会的途中被绑架到了敌沃手里，敌沃坠入大海也是为了骗过白瑞。他的重生计划就是占据多米尼克的身体，这样不但解决了身体疾病，还拥有了心灵感应能力。巴士12人每个人都已经安排了命运。当然，敌沃并不打算伤害贝瑞的家人，起码现在不会。有快递倒是真的，敌沃的大礼就是自己遗弃的身体，还有白天送来的那把充满指纹的精致餐刀。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陷害白瑞。敌沃提前报了警，辛格局长带人破门而入。这一刻，时间静止了，
白瑞看着家人的照片，坦然面对了现实。他有机会跑，而且没人能察觉，但这样等同于承认自己是杀人犯。迪沃慢慢悠悠地和玛丽兹回了家，白瑞被当成杀人犯抓进了警局。晚上和迪沃的战斗，白天摆弄的餐刀，所有指纹和 DNA 全部证明了白瑞是凶手，加上玛丽兹在葬礼上的精密表演，没有人相信白瑞的清白。希斯科黑入了监狱的系统，白瑞才可以靠速度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伙计们。迪沃这边还在继续盘算着后面的计划。玛丽兹对眼前这个人熟悉又陌生，心里出现了一丝怀疑，立刻被迪沃感应了出来。第二天，法院开庭，塞西尔是白瑞的辩护律师。白瑞身为警察，依法犯法刺杀百姓，凭借这一点，对方律师就可以大做文章。对方拿出了早前警局对白瑞的停职证明，里面包括了白瑞早期骚扰迪沃的档案，加上案发现场的 DNA 和指纹，一系列证据实锤了白瑞的杀人动机。何况迪沃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残疾人。与此同时，一家银行室内所有人全部昏倒在地，希斯科只能接替白瑞来到现场调查。满屋子的暗物质，直指犯人就是变种人，是巴氏12人。辛格局长也想照顾白瑞，但人赃并获，谁也没有办法。况且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察，法院要求他出庭作证。辛格把当时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法官。轮到塞西尔辩护。5年前，辛格亲自从大批赶来面试的人中选中了白瑞。辛格看中的就是白瑞的善良和正义。就在白瑞这边扳回一点人性优势的时候，对手律师拿出了白瑞休假6个月说事儿。那段时间，白瑞被困神速里，辛格自然不知道具体情况，只是通融的批了假。加上白瑞2年期间迟到72次，辛格都没有给过白瑞惩罚。他一直100%相信白瑞的人品，恰好这一点被对方当成了疑点。他怀疑白瑞有另一个秘密身份，甚至诬陷辛格和白瑞同流合污。在场除了自己，没有人知道这期间白瑞是通过闪电侠维护和平，反而引起了陪审团的倒戈。此时，当了多年私家侦探的拉尔夫开始暗中调查玛丽兹。玛丽兹在家中和多米尼克热吻的镜头被拍了下来，捉奸还是拉尔夫的拿手好戏。白瑞这边休庭后开始商量计策，2个选择摆在面前：白瑞含冤入狱，或者白瑞告诉所有人自己是闪电侠。后者既可以证明自己的无辜，还可以说通所有事儿。希斯科和威尔斯还在调查着罪犯。凯瑟琳发现晕倒的人全部都是辐射中毒，如果这个人体内有放不完的辐射，那他和行走的核弹没什么区别，对付起来也相当困难。另一边，法庭请出了玛丽兹出庭。玛丽兹突然开着奥斯卡，潸然泪下的演技博取了众人的同情。也在此时，乔和拉尔夫及时赶到，拿着不久前拍到的证据给了塞西尔。出轨照片足以证明玛丽兹刚才说了谎。姐们立即开始即兴表演，说自己几个月前和迪沃一起认识了多米尼克。迪沃知道自己给不了幸福，于是怂恿玛丽兹去和多米尼克接触。女人一边泪流满面的解释，一边引导陪审团步入自己的陷阱，硬生生把多米尼克说成了泄欲的工具人，说自己心是迪沃的，身体则是陪着多米尼克。这他妈多么扯淡的解释，把陪审团给唬得一愣一愣的。眼看对方这么不要脸，塞西尔劝白瑞说出秘密，但白瑞根本下不了这个决定。艾瑞斯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找离开的玛丽兹 talk。只有他们2个人，玛丽兹也没必要表演了。同样身为人妻，艾瑞斯终于见到了比自己还狗的人。艾瑞斯的小宇宙在谈话之后瞬间爆发，推门就冲进了法庭，直接打算说出惊天的大秘密。时间再次凝固，白瑞起身冲向了他，搂着艾瑞斯进入了神速力模式。在这个绝对静止的时间里，2个人进行了 talk。白瑞希望艾瑞斯不要说出真相，如果闪电侠的身份告知天下，自己的所有家人都会受到牵连。他要像父亲亨利一样等待正义的到来。说完，白瑞回到了座位上。艾瑞斯立马改口编了个瞎话。另一边，实验室终于定位了犯人的位置。希斯科和威尔斯赶了过去，发现了一辆运载核废料的卡车，却不知道司机就是犯人。2个人无功而返。当然，被对手的不要脸逼急了的还有乔。他和拉尔夫悄摸地来到了玛丽兹家中，打算栽赃陷害玛丽兹。拉尔夫赶紧让他放弃了这个念想。首先，这不一定就能证明白瑞的清白；其次，如果被发现的话，乔这人警服可就得脱了。思前想后，乔还是听从了拉尔夫的建议，毕竟拉尔夫曾经就因为伪造证物被摧毁了人生。画面回到法庭上，塞西尔经过白瑞的同意，放弃了辩论。也就在此时，行走的核弹还不知道自己的危险，在大马路上漫无目的的走着，身边的人接连中毒倒下，巨大的辐射开始蔓延。实验室不得不通知了法庭上的白瑞。白瑞顾不得法官的情绪，离开了法庭。只有闪电侠才能阻止核弹人。白瑞赶过去后也开始辐射中毒，想阻止他只能把他冻成冰块。冰霜杀手又要出来打工了。凯瑟琳变身赶到现场，也不多问，直接执行了任务。然而这种温度根本阻止不了核弹的温度，哥们儿随时会爆炸。白瑞打算在他身边急速奔跑，
制造出一片真空环境，控制辐射范围。白瑞自己的身体快速腐烂，却依旧不停地奔跑。西斯科将男人释放的辐射传送到了地球15。据威尔斯说，地球15是一颗死星。犯人被制服，白瑞再次拯救了世界。同时，法院宣布了判决，白瑞将以1级谋杀罪的罪名被关进监狱。尽管这样，白瑞还是在安慰着所有人的心情。如以前，迪沃主动找了过来，白瑞也察觉到了迪沃不仅仅可以占据别人的身体，还可以占据别人的超能力。就像迪沃一开始说的，战斗还没开始，白瑞就已经输了。警局全程感谢了闪电侠今天的壮举，并颁发了英勇奖杯。法庭对全城宣布了白瑞今天的审判，无期徒刑。白瑞被关进了铁山监狱，和巴士变种人们同一个监狱。不是什么好鸟的典狱长贼兮兮地看着白瑞，露出了坏笑。独自坐在牢房的白瑞转过头看向了墙壁，上面深深地刻着父亲亨利的名字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